一场普通的排位赛才跑了没几分钟，解说们竟不约而同惊呼了起来。哇，30.5啊！天哪，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了。原来维斯塔潘的圈速竟超过了卫冕冠军汉密尔顿，但还没来得及从震惊中缓过来，下一秒新秀车手角田裕毅也跑到了奔驰前面。角田裕毅。虽然大家都知道汉密尔顿还没有发力，但对于这样的局面依旧非常陌生。你看前5位里面啊，汉密尔顿挤在中间，天哪，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表现。多年未遭遇挑战的梅奔感受到了压力，而细查之下，前5当中有4台赛车搭载的竟都是本田引擎。本田的引擎真的非常的强。本田在赛前说我们的引擎今年已经超过了梅奔，我觉得从日本人嘴里面说出来应该是可信。F121赛季回顾，小红牛慧眼识珠，本田引擎王者归来。2015赛季，迈凯伦为尽早摆脱奔驰客户车队的角色，要求引擎供应商本田提前1年返回围场，后者为满足甲方需求，只得匆忙下场。但傲慢的沃金方面却告诉樱花工程，不管你们怎么造，我们都不会更改任何气动设计，底盘数据也不能查看。不得已，本田只能将涡轮和电机一股脑塞进 V6 夹角，打造出了一款与梅奔截然不同的0尺寸动力单元 RA615， 这是当时围场最小最轻的引擎。罗恩丹尼斯非常满意，阿隆索和巴顿也准备在新赛季大展拳脚，但本田方面显然是低估了混动引擎的复杂性，核心部件 MGU-H 的稳定性持续遭遇挑战。前几年还能在上游徘徊的迈凯伦，开赛后竟10战9退，双车完赛率更是不足20%。无奈之下，本田只能调低功率输出，但 MP430本就只有800多匹，再调后速度慢得出奇。一个赛季下来，迈凯伦竟只排在倒数第2，他们的赛车被媒体嘲讽为最速记录度，这极大损害了本田的声誉。痛定思痛后，他们在16赛季拿出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动力单元，迈凯伦也借此重返中游。此时梅奔已豪取3连冠，他们的分体涡轮设计被证明非常可靠，于是在17赛季，本田决定采取卫冕冠军的同款设计。可梅奔的作业抄起来并不容易，本田在研发过程中竟然搞错了流体力学的模拟数据，导致新款赛车油压偏低，同时核心部件 MGU-H 的轴承又反复出现断裂问题。开赛后，阿隆索驾驶的第一款 MCL 赛车5战4退，队友范多恩6战4退。在俄罗斯，头哥甚至都没跑完热身圈。Try 3 times, please, Fernando. I try already, so try yourself. 这样的表现让迈凯伦方面非常不爽，新任掌舵人扎克布朗公开表达了不满情绪，并敦促本田尽快升级赛车。但后者推出的超级升级包也仅仅是帮助迈凯伦超过垫底的索博而已。终于在意大利又一次双车退赛后，迈凯伦有了解约的想法，但受限于引擎供应规则，暂时没有找到替代者。而因为本田风评受损，吊车尾的索博竟也主动取消了原计划下1年的合作，本田的后路被切断，整个团队陷入绝望。项目负责人山本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完全看不到希望，一些董事会成员开始抱怨我们为什么还在继续，为什么还不退出。纵观 F1 历史，本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想要退出的，但历史也无数次告诉我们，那些最终能够坚持下来的终将会等到奇迹。2017年新加坡站，雷诺宣布与小红牛解约，同时迈凯伦宣布与本田分道扬镳，投向雷诺的怀抱，而小红牛仅用一个塞恩斯的租借合同就得到了本田。原来在得知迈凯伦和本田闹掰之后，小红牛领队弗朗茨托斯特迅速联系上了山本。作为塞纳时代就进入 F1 的业内人士，托斯特告诉他们千万不要退出 F1， 同时说服了红牛董事向雷诺提出了解除引擎合同的请求。此时雷诺厂队正苦恼于旗下车手帕尔默的糟糕表现，明白小红牛的来意后便提出了交换条件，小红牛需要放塞恩斯到雷诺厂队服役。红牛方面自然是不愿意牺牲塞恩斯这样极有潜力的车手，但他们又极其看重本田技研的实力和技术，并已确立了维斯塔潘的核心地位，因此再三权衡下，还是以租借形式放塞恩斯离去，最终才达成了这个4方交易。而本要灰头土脸退出 F1 的本田也因此迎来了一个宝贵的重生机会，并且这次出生在了一个靠谱的人家。与迈凯伦天差地别的是，以托斯特为代表的小红牛没有摆出救世主的姿态，他们不仅鼓励本田放开手脚，承诺所有设计都会为引擎让路，而且对自己的关键数据也毫无保留，甚至让本田方面绕过自己，与 FIA 技术团队直接沟通，提升效率。这一举措增强了本田的信心，也释放了他们的能量。18赛季伊始，日本方面迅速调整了团队架构，与杰哈德伯格、简森、巴顿有过合作的资深 F1 工程师田边丰志上任技术总监，并跟队常驻，提高现场解题能力。同时还有半年退
退休的本田老员工、初代奥德赛引擎设计者浅木太昭也被安排到了樱花工厂负责动力单元的研发。此外，前本田汽车运动部长、具有工程开发和企业管理双重履历的日本初代卡丁车手山本雅史担任 F1 项目总监，居中调度，统领全局。架构的调整立竿见影。18赛季第2站，加斯利在巴林以第4名完赛，大大提升了团队士气。而本以为尝到甜头的小红牛会更注重眼前利益时，他们却要求本田以赛代练，有什么想法尽管试，有什么新东西尽管用，不要担心由此产生的罚退，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现在的分数，而是未来。小红牛此举就差对外官宣自己是 Honda 厂队了。本田方面大为感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彻底被调动了起来。到了下半赛季时，本田已经推出了第3版引擎，不仅动力超过900匹，还在研发过程中开发出了日后逆袭梅奔的关键技术——高速燃烧。而为了彻底解决迈凯伦时期引擎稳定性的问题，本田方面使出了杀手锏，他们找到了本田航空航天部门合作开发，利用后者在精密涡轮设计方面的强大经验，通过改变轴承形状、安装支撑结构、增设加压转子舱、配备更强磁体、更换全新涡轮叶片等一系列举措，彻底解决了困扰了他们3年的问题。而因为这些升级大都发生在赛季末，且很多都在试验阶段，所以导致成果并没有反馈在分数上。18赛季的小红牛仅比17赛季的迈凯伦多拿了3分，但这3分足以让红牛相信不被束缚的本田就是他们在寻找的能够终结梅奔的重要拼图。2019赛季，大红牛也将自己的引擎交给本田设计，后者为了匹配火星组的强度，找到了合作伙伴埃克斯美孚，为高速燃烧开发新型燃料。这一年，红牛缩小了与法拉利的差距。2020赛季，新引擎又引进了本田技研旗下制作所开发的抗磨技术熊本涂层，大幅降低了高速燃烧带来的过度磨损。同时，他们还通过本田的量产车部门，针对核心部件进行了耐久性测试，并大量运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引擎，一系列异性结构得以产生，减轻重量的同时强度反而增加。技术团队更是利用能量回收规则的漏洞，发明了额外收后模式，每一圈都能比对手回收更多的能量。赛季结束，红牛干掉法拉利上到第2，维萨潘排在博塔斯身后，位列车手第3。虽梅奔和汉密尔顿豪取7冠，但 FIA 出台一系列政策后，这支银河战舰日渐颓势。随着贝奈利也下场重塑规则，红牛看到了挑战梅奔的希望，整个团队都对下赛季充满了期待。但就在此时，本田方面却掉了链子。早在2020年10月，本田汽车就宣布，因为要实行碳中和以及转型新能源等战略目标，决定在21赛季结束后退出 F1。这结结实实给红牛浇了一盆冷水。还记得08年的宝马索伯在官宣退出后，马上冻结了当季剩余比赛的所有升级计划，让库比卡直接退出了冠军的竞争。虽然本田的 F1 项目组一致反对退出，但新能源是大势所趋，他们的反对也只是螳臂挡车。木已成舟，小红牛领队托斯特展示了自己的风度，他对媒体表示，虽然非常遗憾，但本田一直在进步，已经是围场最好的引擎之一了。没有人责怪本田的退出， F1 毕竟是生意场，他们虽然多留了几年挽回了一些声誉，但每年依旧是梅奔笑到最后，世人记住的多是那声刺耳的 GP2 引擎。投入和回报难成正比，那么离开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不是为了成为金钱奴隶而活着，总有些人会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继续奋斗。在浅木太昭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奇迹再次发生了。本田总部不仅特批了最后1年的原定计划，还决定加大 F1 项目的研发投入。社长八项龙宏对他们说，既然是最后1年，那就奋力一搏，放手去干吧。得知消息后的红牛兴奋不已，不过他们在与梅奔的争斗中学会了隐忍，在休赛期收敛了锋芒。车队顾问马尔科面对媒体更是东拉西扯，试图将水搅浑。直到本田的全新引擎在萨基尔轰鸣作响时，红牛队21赛季的真正野心才展露无遗。全新的软胎，对，就对着维萨潘最后出场。排位赛进入最后一节，红牛阵营中角田和佩雷兹对赛车不熟，止步 Q2， 维萨潘和加斯利闯进 Q3。小红牛已经完成任务，而维萨潘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战胜汉密尔顿，拿到杆位。哇，汉密尔顿来了，1分29.5，哇，又拿出0.5，天哪！我们看口袋里还有0.5，维萨潘在后面，对，维萨潘第2计时段，这是理所应当的。在观察一下维萨潘对，的情况。第三段，哦，漂亮！他也有0.5。第一轮交锋结束，维萨潘以0.023秒的微弱优势领先汉密尔顿。整个梅奔批防神情严肃。3分钟后，决战开始。这是真正的杆位争夺，我天哪！
发现现在气氛也不太一样，这都是同时出来。对，面对强劲的挑战，汉密尔顿第一段率先刷子。哇，又快啊，快到点1啊，不得了啊！在留一圈又重新出现了吗？话音刚落，汉密尔顿的第一段最速竟又被人刷走。维斯塔潘第一段刷子28.349，对，比汉密尔顿快。有意思。二段肯定是维斯塔潘的优势嘛，这毫无疑问。已经停表了。最后冲线博塔斯提升了1位，排在第3。博塔斯率先冲线，凭借第3段刷子上到了第3。身后不远处，汉密尔顿正飞速驶来。汉密尔顿怎么样？汉密尔顿，只提升了一点点，点141也不错。刘一圈将 W12又压榨出了0.164秒，反超红牛上到第1。但身后的维斯塔潘已然2段刷子。维斯塔潘第二计算也是更快，维斯塔潘只要不失误，是这个赛季的第一个杆位来了，29.9，厉害！维斯塔潘以无可挑剔的3段刷子，将自己的成绩提升了0.529秒，拿下了新赛季的第1个杆位。红牛批房陷入狂欢，仿佛夺冠一般。0.4啊，28秒啊！杀进1分29秒啊！小红牛的加斯利最终也取得了第5的好成绩。红牛集团的强势与他们的引擎息息相关。本田在重新评估了与奔驰的差距后，决定提前生产2022款。金花工厂开足马力，打造出了混动时代的巅峰之作 RA621。RA621的账面数据1014匹，仅比梅奔少了1匹。不过，虽然红牛拿下了杆位，但并不代表最终的胜利。萨基尔的赛道特性决定了 Undercut 的成功率非常高。而在前排依旧是汉密尔顿和博塔斯以2对1的局面。第二天的正赛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不过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揭幕战甚至是整个2021赛季都不会无聊了。